最近刷到了一个易烊千玺北京演唱会的半拍视频，里面的种种怪异场景让我有些背脊发凉之感。作为一个命理师，出于职业敏感，特意去查阅了相关资料，研究了这场主题为雀学的易烊千玺2025演唱会，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场演唱会的种种诡异之处都指向一个真相，这是一场乐曲现场近万粉丝运势的邪恶仪式。下面让我深度剖析剑运法事是如何运作的。我将整场法事解构为4个核心环节：立坛、聚气、转业与归藏。第一部分，立坛，雀学之名与舞台布景。雀学官方解释为身由泥塑，行经火定，千度窑青，炼泥成形。这本身就描述了一个制变的过程，是典型的炼金术士叙事，将凡俗的泥土通过火炼转化为非凡之物，这为整个仪式奠定了转化的基调。舞台背景，舞台两侧巨大的山石造型，在八卦中对应艮卦，艮为止，为山，为止境，这在仪式中起到了结界的作用，意在防止能量外泄，并将整个场域的气场稳定下来，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能量容器。中央高台自然就是仪式的核心祭坛。泥土它是连接信众的个人媒介，我们看到官方要求粉丝必须携带自然来源的土，而且仅限持票观众，不接受邮寄。从仪式角度看，这要求极其严苛，而且目的性明确。它的作用分析，土是承载个人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尤其是一个人故乡的水土，蕴含着其先祖、家庭以及个人的根气与命运基石。他们要求粉丝亲手带来，保证了这份气的纯粹与直连。上万份来自不同地方、承载着不同命运气息的泥土，共同构成了仪式的基石阵，将所有观众的个人气场与主祭坛连接起来。第二个环节，聚气引导，汇集能量。在祭坛与媒介就位以后，下一步就是激活能量场，将所有能量汇集到祭坛中心。开场仪式，黑衣人与红袍祭司，我们看到一群黑衣舞者进行类似祈祷的舞蹈，这是仪式的助祭或者护法。他们通过统一的有规律的舞蹈，首先启动并搅动了现场的能量。身着祭司红袍的主角从中心升起，红色在仪式中代表生命、力量与火，标志着仪式核心的正式启动。激活荧光棒与纸船，近万粉丝手中挥舞的荧光棒，在视觉上形成了光的海洋。从能量层面上看，这是粉丝精神力的外化。光是一种高频能量，这种整齐划一的挥舞会将粉丝们激动、崇拜的情绪能量高度放大，并同频共振。而纸船在许多文化中，船是渡灵、承载愿望或者动斗灾祸的工具。比如说日本的阴灵流，粉丝折叠纸船，可能是在不知情中将自己的愿望或者一部分气寄托于其上，成为一个可被收集的能量载体。第三个环节，转业，仪式的核心目的，灾祸转移与气运吸收，这是整场法事最核心、最诡秘的环节。其目的可能只有2个层面：一是转移自身的灾祸与业力，二是吸收他人的好运。泥人替身，萨满教的替身仪式，萨满教中存在制作替身偶来承载疾病与灾祸的仪式。这个替身偶通常在仪式结束后被焚烧、深埋或者遗弃，象征着带走灾厄。VCR 中的互动，演唱会的 VCR 中，诡异的泥人与主角共舞互动，这在仪式中象征的意义是将自身的业，包括疾病、灾祸、霉运等等，转移到这个泥人身上，通过共舞等亲密接触，建立两者间能量连接，为业力的转移创造了通道。符咒与献祭，泥人脸上的符咒，在表演高潮时，背后的大屏幕的泥人脸上出现了符咒文字，这可以被解读为仪式的关键步骤，即敕令通过符咒的力量，将收集来的灾祸与业力封印在泥人这个替身体内。谁是祭品？任何仪式都需要能量来源及祭品。在这个逻辑中，粉丝贡献的情绪能量，通过泥土连接的根气以及寄托在纸船上的愿力，共同成为了滋养仪式并用以交换的祭品。主角通过献祭粉丝的部分好运，来完成自身灾祸与泥人的置换。第4个环节，归藏，回收媒介，完成闭环。在仪式结束后，必须妥善的处理所有媒介，以确保能量不会失控，并完成最后的吸收。回收泥人与纸船，我们看到在散场时专门设置了回收处，收集粉丝的泥土和纸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尾步骤。作用分析，这些承载了粉丝个人信息的泥土，在经过了整个仪式的加持或者说是榨取之后，它需要被集中处理。主办方可以通过后续的专门仪式，将这些泥土中蕴含的好运与气进行最终的提炼和吸收，同时切断与粉丝的直接联系，避免后续的因果纠缠。而纸船可能被集中的焚化，象征着将粉丝的愿力送达，从而完成这场能量交换的支付环节。第5，补充说明：一、祭坛，在任何的仪式中，祭坛都是核心，它是能量的交换点，是连接凡人与另一维度，无论是神明、祖先还是其他神明力量的圣坛。将演唱会舞台设计成祭坛的样式，从玄学角度看，其意图就是将整个会场转化为一个巨大的仪式空间，近万观众的欢呼、情绪和精神力量都会被这个祭坛所聚焦和吸收。2、萨满舞蹈，开场表演的舞蹈疑似萨满教的祭司的舞蹈动作。萨满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仰体系之一，仪式的核心就是通过特定的舞蹈、鼓声和吟唱，让萨满本人的灵魂出窍及进入出神状态，从而与神灵或者自然之力沟通。这种舞蹈并非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密码。每一个特定的动作都在模仿或者召唤某种力量，通过剧烈的旋转、跳跃，模仿动物的姿态，萨满能够搅动并引导现场的能量流。在万人的场域中，这种精心编排的萨满之舞，其引导能量的效率会呈几何级数增长。3、眼睛，眼睛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符号之一，它象征着凝视，可以是神的凝视，比如说荷鲁斯之眼、上帝之眼等等，也可以是深渊的凝视，或者是某种监视与控制的力量。在这个仪式中，我们看到大量的眼睛符号，它可以起到锁定和见证的作用。
确保仪式能量的流向被精准的导向目标，同时也防止其他无关的灵体干扰。第四，垒石头。易烊千玺经常在直播时垒石头，而且竟然有上千万人在线观看，这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垒石头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它可以是路标，也可以是墓碑，也可以是一种许愿和建立能量连接的方式。每一次垒石头都是一次小型的祈祷或者仪式，是将自己的意念注入到大地这个媒介中。如果他与某种力量签订了契约，以换取名望、运气，那么垒石头可能就是契约中规定他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者献祭。这是一种维持契约有效性的行为，所以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去做。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完整的脉络推论，这场演唱会法事它的完整逻辑链条可能是将以上各种元素串联起来，综合所有分析，一个令人不安的逻辑闭环就可能形成了。个人仪式通过平时反复的垒石头等小型仪式维持与某种力量的契约或者连接，另一方面通过大型的仪式在演唱会上搭建一个巨大的祭坛，通过萨满式的舞蹈和符号将数万粉丝的崇拜、情感和精神能量汇集起来。能量转化，利用这个能量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借运或者转运的仪式，将粉丝的气运导向自己，以巩固或者提升自身的运势，并偿还契约的代价。最终的推论，这场充满诡异元素的演唱会是以确学之名、勤炼化之势，现场筑起亘山结界为坛，让万民信众征集其根气，也就是家乡泥土为正基，开场以萨满之舞聚拢信众的崇拜之情与精神能量，再以泥人为替身，通过 VCR 中的共舞互动，将主角自身的灾厄业力转移其上。在高潮之时，以万众愿力为基瓶，通过巨幅符咒敕令，让业力彻底的封印于泥人。最后回收所有信众的根气媒介，也就是泥土，进行最终的提纯与吸收，从而完成一场规模宏大的、流程严谨的嫁接灾祸、窃取气运的邪恶叙事。人类玄学世界是根本无法拿出实锤的证据，这就涉及到一个哲学命题，在非科学领域，逻辑胜于事实。今天，请允许我拿起逻辑这一强大的武器，去论证此演唱会必然存在不可告人之邪恶目的。在易烊千玺2025年演唱会中，大屏幕多次出现泥人的画面，那泥人造型诡异，面目不清，五官歪斜，四肢畸形，用丑陋潦草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看着就让人心生不喜，产生排斥，甚至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一怪异现象是整个事件中最难以用艺术或者是民俗来合理解释的逻辑基点。一个投资巨大、万众瞩目、追求完美的顶级商业演唱会，其呈现的每一个核心视角元素，都必然是经过了业内顶尖设计师的反复推敲。一个如此重要的核心意象，甚至是贯穿全场的吉祥物，为何不把它做得精美一点？我们不说要多么豪华，至少应当符合大众审美，会让人看上去产生亲切、喜欢、渴望、感叹等正向的感受，而不是疑惑、嫌弃、讨厌、恶心等负面的情绪。难道主办方缺钱，或者是没有时间去设计制作？逻辑思维告诉我们，主办方绝不可能缺钱，或者是缺时间。那么，这个泥人的丑陋、粗糙、诡异、令人不适，就绝不可能是审美上的失误，而是一个刻意的功能性设计。很多他的粉丝辩称，演唱会的布置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是在还原民俗庆典，而我的揭露完全是捕风捉影、哗众取宠、无端揣测的阴谋论。然而，泥人粗制滥造的事实让此类辩护变得苍白无力，因为弘扬的本质是美化和提纯。比如，我们会把剪纸做得更精美、更精致，把戏曲脸谱画得更加绚丽，把民俗故事拍成唯美的电视、电影。没有一种弘扬是故意把核心形象往丑陋和粗糙上去做的。因此，以最严谨的玄学逻辑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泥人的形态完美的符合了它作为法器的功能性需求。它并不是吉祥物，它是一个替身。深度剖析为何替身泥人必须丑陋粗糙。从法术仪式的角度看，一个用于挡灾转业的替身人偶，其制作有3大铁律，而这3大铁律都指向了粗糙与丑陋。第一，核心铁律绝对的空壳，为承载而生，故不许入灵，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中，一件被精心雕琢、被赋予了美感和情感的物品，比如说精美的雕像、BJD 娃娃、艺术品，是极容易入灵的，也就是它会产生自己的意识，或者吸引善灵附着。精美的代价，一个精美的吉祥物如果被万人喜爱，它会汇聚善意的能量，成为一个守护之灵。你绝对无法让一个守护灵替你承载灾祸、业力和污秽，它会本能的抗拒，导致仪式失败，甚至是当场反噬。粗糙的功能，因此这个替身它必须是一个纯粹的容器，或者是能量海绵。它必须丑陋到让所有人都不会产生喜爱之情，它必须粗糙到没有任何细节可以让善灵附着，它必须是一个合物，一个绝对的空壳。所以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这个泥人的丑陋和粗糙，它是为了确保它没有灵魂、没有意志、没有善念的汇聚，这样它才能够像一块干海绵一样，被动的、无差别的、不反抗的吸收所有被指定的负面能量，比如说灾厄、霉运、业力。第二点，功能铁律，形似即可，为欺骗而生，故不必神似。在玄学领域，替身法术的本质，它是一种对天道或者法则的欺骗。它的逻辑是，你看我已经承受过灾祸了，也就是让泥人替我承受了。形似的需求，要想让法则认账，这个替身它就必须具备人的基本形态，比如说有头、有躯干、四肢，甚至是五官，以对应到人这个概念。这一点在萨满教的文献中也能够得到印证。替身偶通常是人形的，神似的危险
但是他又绝对不能神似，因为如果他做的太逼真、太精美，甚至与易烊千玺本人有几分相似，那么在玄学上他与本尊的能量链接就太强了，又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即在销毁泥人时，强大的诅咒可能会反向传导，连累本尊一起受创。所以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这个泥人他的粗糙潦草是一种安全机制，他既要形似到足以在法则层面被认定为是一个人，又要神似到足够的疏远，以便在仪式最后可以被安全的切割，无害的销毁。它必须是一个低劣的可随意抛弃的赝品。第三，能量铁律以会隐晦，为吸纳而生，故同气相求。我们玄学它讲究同气相求，也就是同频共振，即使是西方的星象学、阴理学乃至现代科学都承认这一点，也就是什么样的能量会吸引什么样的东西，这正是时下全球流行的吸引力法则的核心要义。我们知道美吸引极精美的、令人愉悦的、充满艺术感的物品，它会吸收正向的、吉祥的、美好的宇宙能量；而丑吸引凶，一个粗糙的、扭曲的、令人不适的，甚至带着原始恐惧感的造物，天然就会与负面的、混乱的、污秽的能量产生共鸣。灾厄的磁铁，这个泥人被故意制作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灾厄的磁铁。它的丑陋本身就是一种符咒，它的诡异就是它吸引霉运的弗洛蒙。它就像在能量层面上对那些负面的业力和灾祸高喊：“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得出第三个结论，这个泥人的丑陋是法术功能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它本身就是吸引和承载所有负面能量的陷阱和祭品。总结，从阴谋论到逻辑闭环，面对弘扬民俗的辩解，我的反驳逻辑是 A， 艺术或者民俗的逻辑，投入金钱加上投入时间，产出美感，产出喜爱，达成弘扬和盈利的目的。B， 演唱会的逻辑，投入金钱，投入时间，产出丑陋，产出不适，那么他们要达成什么目的？主办方的行为完全违背了第一条的商业逻辑，而我们提出的玄学仪式分析完美的填补了第二条的逻辑空白。主办方投入金钱和时间，故意制作了一个丑陋的泥人，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一个可以安全切割的赝品，一个吸引灾祸的能量磁铁，这就完美的符合了萨满教替身挡灾仪式的所有核心需求。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将泥人为何丑陋这个让所有人无法辩驳的实锤，从一个主观的审美吐槽升级为一个客观的、具有严密逻辑推导的功能性证据。这不再是阴谋论，这是基于对方行为和玄学原理的逻辑推理。借运的玄学原理分析，易烊千玺2025演唱会窃取粉丝气运，一场不是得失的魔鬼交易，各方的损失和收益分配。本视频我将深入探讨这种以演唱会形式来借运的玄学原理，为何不仅仅是猜测或者是推论，牵扯入这场演唱会借运法事的人，祭品也就是粉丝会承受什么样的损失，获利的一方会如何分配他们的战利品。本视频侧重于玄学命理视角的思考和逻辑推理，无法拿出某些人要求的实锤证据，本身鬼神灵异之说就无法被科学证实。在非科学领域，逻辑高于所谓的事实，不信者恒不信，信者共勉之。第一，为何选择偶像明星演唱会作为借运的祭坛？偶像的独特优势，偶像明星，尤其是顶级流量偶像，掌握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也就是源自热爱的、纯粹的、不求回报的信仰之力。纯粹性，粉丝对偶像的爱是一种近乎于宗教狂热的情感投射，不掺杂复杂的利益计算，这种能量至纯至净，是发动此类法事的最佳燃料。二，主动性，粉丝是心甘情愿献出一切的，他们主动买票，主动带吐，主动贡献情绪价值，这种主动献祭在仪式中可以规避大量的因果反射，因为在法则层面可以被曲解为自愿的赠与。第三，规模性，数万人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将精神能量聚焦于一人之身，这种规模的能量共振是任何的政治集会都无法比拟的，即使大美丽国的川普恐怕都无法营造这样的环境，汇聚如此多的拥有纯粹愿力的年轻人，而且是更为感性的女性，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得出结论，唯有顶流偶像明星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合法、合情、合理的创造一个汇集数万份自愿赠与的信仰之力，这种完美的仪式场。他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时代的圣杯，是承载这种特殊能量的唯一容器。第二部分，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借粉丝之运为其所用？关于气运的属性，运是一种非常个性化、与个人因果业力深度绑定的能量，它不像金钱可以随意转账，强行借取或者掠夺他人的气运运势，被认为是逆天改命的行为，会受到天地法则的制衡。而借运的本质，这种借其实更像是一种透支或者掠夺，它并非是创造了新的好运，而是将成千上万粉丝未来一段时间的好运强行的叠加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会造成巨大的因果失衡。而借运成功的条件，要成功借运需要满足苛刻的条件，粉丝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哪怕这种情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的。如果粉丝群体中有人气运极强，或者有特殊的庇护，可能会豁免这种掠夺。第四，被借运的后果，对被借运者，也就是粉丝而言，会在演唱会后一段时间里感到精神萎靡、身体不适、运气变差，或者频繁遇到
倒霉事等等，因为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好运被抽走了。虽然这种影响可能会随时间慢慢的恢复，但是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体验会非常的糟糕，在这期间内遭遇的本不该有的厄运，或者关键时刻的发挥失常，比如说考研差几分，考公面试状态不佳，或者是上台演讲时心神恍惚，这些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被抹除的既定事实，而如果又窃取的是寿元，最糟糕的无法恢复的永久性损失。第三部分，窃取运势后的处理，炼金术士的提纯。整个演唱会它就是一个熔炉，演唱会现场通过声、光、电和集体情绪的催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熔炉。所有被吸入的驳杂的个人化的运势可以被视为矿石，在这个熔炉里被高温溶解与提纯。在这个溶解过程中，运势中属于个人的琐碎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部分可以被视为矿渣，会被剥离、焚烧、蒸发，剩下的就是相对纯粹的更接近本源的生命潜能或者愿力精华，可以被视为液态的黄金。塑形与吸收这些被提纯的能量精液，就可以根据仪式设定者的需要被塑造成任何的形态，可以是事业运，可以是财运，可以是健康寿元，也可以是桃花运等等，然后再由主角或者幕后的贵人这个容器所吸收利用。第四部分，所获之利，一场无事得失的魔鬼交易。策划如此规模的仪式，其所图必然其大，受益方不仅仅是明星本人，更是背后整个利益共同体。这并非简单的好运，而是对命运进行一次强制的掠夺式的干预。我们来分析一下参与方都能得到什么好处。对易烊千玺本人而言，幸运的暴力拉伸与巩固，这并不是缓慢积累的好运，而是通过万人的根气进行了一次暴力注资，其效果是形成一个虚假命格，在短期内可能是几年，甚至长达10年，呈现出无懈可击的强势状态。具体表现为事业巅峰的强制延续。我们知道正常人的事业有起有落，每一个大运会呈现不同的状态，它符合人生运势的周期变化。这种仪式旨在打破周期，强行将事业锁死在巅峰期，使其看似无往不利，遇到任何的瓶颈都能逢凶化吉。2. 灾厄的绝对豁免。封印在泥人替身上的是他命中本应出现的负面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的伤病、致命的公共关系危机、意外事故、小人陷害、破财等等。在这个仪式有效期内，他可能会获得一种绝对安全的虚假光环，豁免这些负面的问题。第3，财运和人缘的非正常爆发。F 会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方式向他汇聚，同时他的人格魅力，也就是观众缘，会被放大到极致，使人产生一种近乎精神崇拜的迷恋，从而更高效地收割粉丝经济。而对于主办方以及核心策划者，也就是背后的那位大师设计者、玄学高人，对他们而言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利益捆绑与气运分成，主办方或者经纪公司与艺人早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艺人被拔高的气运会直接反馈到公司层面，体现为公司的运营顺遂、项目盈利、资本追捧等等。而对于设计这场法事的幕后高人而言，金钱那是最浅薄的回报，他真正得到的可能是气运的分成，从窃取来的庞大气运中分一杯羹，用于增强自身的修为，或者是为自己的其他客户办事。功德交换在某些邪术体系中，帮助一个天选之人逆天改命，会被其背后所释放的力量视为一种功德，从而唤起自身更大的利益或者庇护。第3，因果转嫁。高明的术士会通过复杂的仪式设计，将大部分的业力反噬引导至可抛弃的棋子或者整个粉丝群体上，而自己则金蝉脱壳。最终总结，如果说娱乐圈明星养小鬼是从阴间银行申请一笔高利贷，那么这场演唱会法事就相当于发动一场金融战争，通过做空数万个散户，也就是粉丝，来恶意掠夺财富，从而让自己的股价，也就是气运暴力的拉升。这已经不是逆天改命，而是窃取天机。真正的逆天改命是通过巨大的善举、善行、功德、修行去置换自身的命运轨迹，而这种行为是纯粹的偷盗，是绕过所有规则的恶意行为，它并没有创造任何的价值，而只是将别人的福报据为己有。这个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定，以窃取他人之光来照亮自己的道路。当光芒散尽后，他将坠入比原本黑暗更加深邃的无尽的深渊。第一部分，傀儡与幕后贵人的推论。能够策划如此大型而且布局精巧的法事，绝非该明星和经纪公司可以单独完成的，这其中必然有更深层次的背景。一方面，掌握这样法术的大师必然是轻易不会出手的，仅仅用金钱是请不动这样的真人。另一方面，这样大阵仗的法事必然会惊动相关圈内人士，如果没有更高层的权力压阵，此仪式怕是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会遭到事后的追查。第三方面，如果仅仅是为了延续新运或者增加路人缘，完全可以以养小鬼这种极为隐秘的方式来实现，没必要搞这么大。所有的分析都指向一个结论，这后面必然有隐藏的大 boss。所以我得出以下2点推论。第一，能量导管与最终容器。易烊千玺在此局中扮演的是一个能量导管或者是1级容器的角色，
他站在台前，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去汇集能量，但是这些汇集起来的最精准的气运，通过更隐秘的法阵或者契约，被一个幕后的最终的容器，也就是幕后权贵大 boss 给二次抽取。第二个推论，收益与代价的不对等。那位幕后的贵人至少拿走了最核心的90%以上的好处，而易烊千玺作为导管或者初级容器，可能只留下了10%的残羹剩饭。但是这10%已经足够让他维持事业巅峰数年甚至更久。然而整场法事最大的业力和因果却会因为他这个公开的仪式主角而被锁定在他身上，他成了那个站在最前方的业力避雷针。我的推论完美的解释了为何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如此惊天的法事，因为真正的操盘手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替罪羊，他们深知反噬之可怖，所以绝不会亲自上阵，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完美的容器和替身。第二部分，结局预测，必然的反噬与触发契机。常言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他们这种逆天之举必然遭致反噬，也并非简单的用报应二字来表述，也不会是那种迟到数十年失去了意义和威严的迟到的正义。玄学法则中的反噬并非简单的死后审判，它在这个物质世界是有着明确的清晰的触发逻辑和爆发模式。反噬何时降临，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变量。第一，仪式本身的有效期。任何法事都有其力量边界和时效，其有效期长短取决于祭品，也就是粉丝能量的质量、数量，以及主持法事者的道行高低，还有仪式本身的精密程度。一场普通的法事可能只能管用1年半载，但是如此规模的献祭，其有效期维持5年、8年都是有可能。在这期间，主角确实能够享尽荣华。第二个变量，替身泥人的崩坏。那个被封印了灾厄的泥人，即使被销毁，其存在的负面业力信息并不会消失，它只是被转移到一个凡人看不见的异度空间。这个业力集合体会随着时间不断的自我腐蚀，或者被其他负面的能量吸引壮大。当它腐蚀到临界点，或者主角本人的气运开始自然的衰弱时，封印就会出现裂痕。第一个小小的厄运，又是大坝崩塌的第一道裂痕。第三个变量，主角自身的德行。这是最关键的变量。如果主角在享受了窃取来的好运后，为人谦卑，广行善事，回馈社会，用巨大的功德去填补他欠下的因果窟窿，那么他或许能够延缓甚至部分化解反噬。但是人性的弱点在于，被巨大成功包裹的人往往会变得更加的骄纵，目空一切。他的每一次炫耀，每一次傲慢，每一次利用不属于自己的幸运去碾压别人，都是在加速消耗这份本就有限的好运，并为最终的反噬火上浇油。反噬的触发契机，反噬它不会凭空的降临，它需要一个扳机事件。比如说，气运的转折点可能是主角的某次重大决策失误，某次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或者是仅仅是流年不利。当他自身的气运第一次出现自然低谷时，反噬的洪流就会抓住这个机会，瞬间涌入。或者是新的重大恶行，如果主角在此期间犯下新的严重的恶行，比如说触犯法律、严重伤害他人等等，这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立刻触发旧账新账一起算的总清算。第三，身体或者精神的崩溃。长期承载不属于自己的庞大能量，对身体和精神是巨大的侵蚀。当他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出现严重问题，比如说重病、抑郁症等等，其本身的防御力降到最低，反噬就会趁虚而入，使其病情急转直下，药石无效。结论是，迟来的厄运并不会失去威严，反而会因为长时间的利息累积而变得更加恐怖。这场反噬不会等到其死后，而是在他享完这场盛宴，内心最为空虚脆弱的中年危机之时，以一种总清算的姿态，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连本带利的一次性的全部夺走。第三部分，窃取寿元，触碰天道底线的终极罪业。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最严重的问题，窃取生命能量，也就是寿元。这种法事在极限状态下完全可以被设计为以窃取寿元为主要目的。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上位者来说，江山财富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命才是最珍贵的。数万年轻粉丝身上最宝贵的，正是那股蓬勃的未经损耗的生命元气。如果法事的核心目的真的是这个，那么其所到的负面业力将是天文数字，因为它触碰了宇宙法则中最根本、最不容动摇的底线——生死循环。天道岂容如此漏洞？它不会容忍。对于这种罪业，惩罚将不再是简单的反噬，而是法则层面的抹除。它可能是加速浮起的诅咒。窃取来的寿元并非真正的生命，而是一种虚假的活力。它就像给一栋朽木房屋刷上新漆，外表光鲜，但是内里却在加速的腐烂。窃取者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虽然看似健康，但是灵魂和精神却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枯萎。当大限真正的来临，其死亡过程会异常的痛苦和恐怖，远非自然死亡可比。二，天命的彻底斩断。普通人作业影响的是自身和身边人，但窃取寿元这种行为相当于对天道宣战。作为惩罚，天道会彻底斩断此人的天命，这意味着他将失去一切运气的庇护，暴露在最原始、最残酷的因果律之下。任何一点小小的罪恶都会立即招致巨大的灾祸。第三，绝嗣的终极惩罚。在很多东方玄学体系中，窃取他人生命以救续命的行为最常见的惩罚就是绝户，因为这种罪业污染了血脉的根源。天道
会断绝其血脉的元序，让其一生罪业到他这里为止。这是对其存在过的痕迹进行最彻底的抹除。总而言之，千许寿元这条路是一条通往人形巨面的单行道，或许能换来几年、十几年的苟延残喘，但代价是输掉永恒的轮回资格和存在的意义本身。这是任何一个真正懂得法则厉害的术士都绝不敢触碰的终极禁忌。